陕西刘生。哎呦，这不是李哥吗？好久不见，怎么南边待不下去了？这人话说到一半，就被对方拉到一边人少的地方，捂住了嘴巴。这位被称作李哥的叫李忠，山西人，气质豪爽，好交朋友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他可不想被别人认出来。当时正是绍兴初年，河南被刘裕伪齐政权占据，李忠受枢密院差遣，前往开封做间谍。被捂住嘴巴的这位叫田祥，他可不是什么好人。他不紧不慢地拿开李忠的手，说：“你过去借我的300贯钱，现在该还给我了吧？”李忠压住怒火，咬着牙低声说：“要是有这事儿，我宁可立马死掉。”田祥慢慢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也不看着李忠，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：“最近南边来的人，官府查得紧，听说赏金相当丰厚，你住的地方暂时安全。有没有这事儿，你再仔细想想，回忆回忆，我等会儿再来。”说完，他就走掉了。他俩这顿拉扯，被另一个人尽收眼底。他姓刘，我们叫他刘生吧。他是陕西人。见田祥走了，刘生走到李忠身边，看着田祥的背影说：“这个人我也认识，被他缠上，犹如掉到陷阱里，怎么能和他讲是非曲直呢？你想想，性命和钱财哪个重要？况且纠缠下去还会耽误你的大事，何不就给他些封口费？”李忠瞥了刘生一眼，觉得像吞了只苍蝇一样恶心。刘生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说：“你不要介意，只管给他，我会当面把钱归还给你的。”李忠只得假意答道：“那就太谢谢你了。”不一会儿，田祥就回来了。李忠不得已给了田祥150贯。田祥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说：“都是兄弟，好说，另一半不着急，先欠着。”田祥得了这笔意外之财，就买了些货物到山西去卖。刘生故意和他偶遇，正好我也要去山西，我们结伴，路上可以照应。于是他们各自带了一个挑担的仆人，一起出发了。途中他们要过一条河，当时是枯水季，河中露出一片沙滩。刘生提议在沙滩上稍事休息，于是4个人都坐下了。刘生朝四下看看，没有别人，他装作闲谈，问及田祥的家乡和生辰年月，田祥都一一回答了。刘生说：“你原本是中国的老百姓，曾经吃宋朝的饭，喝宋朝的水长大的吧？”田祥说：“那是当然。”刘生看着田祥说：“我也是宋朝留下的百姓，不幸沦落在敌占区，常常恨自己没有办法报效国家。每次我派人去打探消息，所得都是些道听途说，没有实情。但幸亏有李忠这样有才干、诚实又谨慎的人，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出力帮助他，为什么要以此要挟他来要钱呢？”田祥回避刘生的目光，说：“他本来就欠我的钱呢。”刘生接着说：“我素来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，而且这次查访得很周全详细，我和你并无冤仇，但是我怕南边的官员说我们北方人都像你一样，败坏了我们忠义的名声。”说完，刘生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斧子，将田祥一斧砍死。此时刘生的仆人也将田祥的仆人砍死了。他们把2具尸体扔到河里，收拾好田祥所带的东西，返回了开封，把东西全部交给李忠，并向他讲述了原因。李忠深受感动，拿出1半钱物酬谢刘生。刘生笑着说：“我岂是为了谋取财物才杀人吗？”说完，他向李忠深深一拜，然后告辞了。而此时李忠还没来得及问刘生的具体姓名。